原定於14號嘅第13屆香港同志遊行，因未能夠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所以需要轉為網上直播。以往我哋幾乎每年都會喺大街上邊見到彩虹旗飄揚，不如亦都等我哋喺網上面遍地開花，分享一下關於彩虹旗嘅故事。呢個故事要由幾個唔同顏色嘅三角形開始講起。喺希特拉同埋納粹黨上台之前，同志解放運動喺好多城市裏邊進行得如火如荼。以自由而見稱嘅柏林，更有咗好多同志酒吧同埋俱樂部。不過到咗1933年到1945年間，納粹黨幾乎控制咗德國嘅所有事務，除咗組織黨衛軍、衝鋒隊、推行種族屠殺，仲沿用咗禁止不符合倫理規範性行為嘅法律，加重咗對男同志嘅刑罰同埋欺壓。即使冇任何猥瑣嘅行為，只要一個小小嘅親吻或者擁抱，亦都會犯法。當時大約有10萬個男性被德國警方認為係同志，當中大約5萬人被正式定罪，而大約有5000到15000個男同志死喺集中營裏邊。一直到刑法第175條成立嘅時候，女同志仍然被視為不存在嘅，所以佢哋冇受到類似嘅迫害。不過喺納粹德國期間，佢哋會被認為係愚蠢、無法溝通、缺乏與男性接觸嘅勇氣。對於希伯來人嚟講，三角形代表真理。納粹黨既唔認同集中營囚犯所做嘅事，又討厭以六角星作為標誌嘅猶太人，所以選擇以唔同顏色嘅倒三角嚟區別集中營裏邊唔同嘅人。當中黃色代表猶太人，綠色代表罪犯，黑色代表反社會人士，包括女同志、性工作者、流浪嘅人等等。而粉紅色就代表男同志。納粹黨嘗試以粉紅色表達佢哋認為男同志剛陽味不足、充滿陰柔氣息嘅諗法，更刻意將粉紅色三角形嘅尺寸放大，令人更容易識別佢哋嘅唔同。因為粉紅色三角形嘅獨特性，所以後世嘅人大都會關注當時男同志嘅狀況，忽略女同志嘅處境。基於粉紅色三角形嘅歷史，馬丁雪曼喺1979年嘅時候編寫咗劇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情》。劇喺2013年被香港嘅風車草劇團改編成劇目《屈辱情》，透過話劇表演講述身為男同志嘅主角 Max 點樣因為性取向而逃亡同埋被捕，又點樣喺集中營裏邊隱瞞性取向同埋個人情感，既反映納粹德國對同志嘅迫害同埋殘殺，又對佢哋暴行作出控訴。自1970年代起，開始有同志以正向嘅粉紅色三角形代表身為同志嘅驕傲同埋各種解放運動。藝術家基夫哈寧同埋藝術組織 Grand Theory 嘅作品裏邊，亦都多次出現粉紅色嘅三角形，以呼籲其他人關愛同志嘅處境，同時將呢段迫害同埋厭惡同志嘅歷史刻畫喺作品裏邊。喺1978年，藝術家貝克認為粉紅色三角形代表咗同志嘅黑暗歷史，係納粹嘅壓迫工具，希望以一個新嘅符號正面咁慶祝同志嘅愛，象徵住自由、希望、快樂嘅曙光。所以設計出第一面彩虹旗，並賦予彩虹旗上面每種顏色一個意義。第一代彩虹旗由貝克親手染色而成，並且有8隻唔同顏色嘅條紋。第二代彩虹旗因為冇足夠嘅粉紅色布料而去除粉紅色，以便大量生產。為咗加強視覺效果，第三代彩虹旗以藍色代替青綠色同埋深藍色。其後更演變成為唔同種類嘅彩虹旗，以代表跨性別人士、無性戀者、性別流動等等。我哋曾經提過，性別並唔一定只有男女兩個對立面，反而好似連綿不斷嘅光譜一樣。其實除咗性別認同，我哋嘅性別氣質同埋性取向都一樣。自從彩虹旗開始飄揚，性別光譜嘅意識開始普及，唔少藝術家喺創作嘅時候會加入彩虹或者七色光譜嘅元素，既代表同志或者性小眾，亦呈現出個人性別或者性取向嘅多元或者變化。藝術家吳瑾正就喺剪紙作品《身體摺疊：親愛的時間》裏邊，刻意選用咗一隻會反射唔同顏色光線嘅紙張。除咗透過剪裁圖案去講述同志嘅情慾同埋愛之外，仲透過作品嘅光線反射，
聯繫同志或者性小眾嘅語境。即使遊行被取消，彩虹旗一直喺每一個同志嘅心裏邊。希望有朝一日，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得到真正嘅平等公義。